这边有很多的坟地，就在这个城楼的旁边。这一眼望去啊，完全是数都数不清了。这些坟应该都是很早以前的，因为现在的坟都会有那种碑，而这些坟全部都是那种土包堆起来的。旁边这里就是你看这个城楼，还有龙头。我得围着这个走一圈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可以进得去。刚才走了几圈啊，都没找到地方。你看这坟头，草都已经长得很高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你看现在外面啊，真是大雾弥漫，能见度最多也就只有200米左右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去探寻一个可谓是听名字啊就非常霸气的地方。这是哪里呢？当然就是河南周口的中华5000年。那这里啊，据说在90年代的时候呢，可谓是著名的旅游景点。当时啊，人山人海。后来呢，却一度荒废了。以后呢，甚至还有闹鬼的传闻。那我们就一块儿去一探究竟。这里就是中华5000年呢。你看这外观看上去啊，可以说是残破不堪，而且周围还有很多的垃圾。你看这个宏伟的建筑啊，它就在这一片池塘的后面，在池塘里面还有很多的鸟，那周围还有一些精美的雕像。这高高的城楼和城墙虽然是人工修建的，但是你想啊，要是在30多年以前啊，有这样规模的建筑，那可真是了不得。所以这可以说是历史与人文、景观与艺术啊相结合。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建筑群，为什么会废弃呢？听说是曾经的老板啊，在这里投资了500万，修建了这个规模的建筑以后呢，后来由于经济上的纠纷啊，就导致这里停业，一停呢便是30几年，直到现在啊都没有开业，然后就变成了如今的景象。现在周围的这些建筑已经是破碎不堪，那我们看一下能否想办法进去呢，一探究竟。走。你看前面那个地方啊，有一个塔，我估计这应该是一个侧门，或者说是一个偏门吧。周围有很多这种枯萎的植物，一来到这种河南或者说是山西北方这样的地方啊，就能看到黄土高坡、枯萎的植物，上面有很多的一些鸟巢。都用铁皮关上了。这就是这个池塘，现在变成了一个比较生态的地方。你看，有很多鸟。这地上应该是不久才有人过来烧过香纸。你看，现在都已经堆在了这里。左右两边各有一尊金光灿灿的狮子，而这里就是它的大门了，还是挺有特色的。你看，这里还供奉了观音、财神、释迦牟尼。难道这里面还有寺庙吗？这个门啊，是用铁丝捆住的，这里也没法钻进去啊，太窄了。
都是堵上的。哇哦，这里面一个石塔就在正中心，而且底下还有好多金光灿灿的一些石像。这里就是售票处了，看来以前大家就在这里买票，然后从这个门呢进入。不过现在都是堵得严严实实的，我得先找一个地方进入才可以。这正门肯定是进不去，我们从旁边的侧面去看一下。这是一条小路，应该平时来这里的人并不多。这里面都能看到这些建筑。过不去啊，挺高的。你看这建筑啊，这个顶都已经没了。你看这里还有人搭了砖头，是以前从这里跳下去的吗？去看一下。哇，特别的高，这应该是厕所吧？这倒是有一个门可以进去，不过这太高了，我现在背包里面东西很多。我们再过去看一下。哇，好多狗在叫。这里有一个门，哎，堵上的。哇，这底下好像是一片坟地吧？连这坟地啊，全部都是那种土包堆起来的，而且特别的高。坟头草，甚至连树啊都长了起来。刚才走了一圈啊，都没有看到可以进入的通道。那一面呢是一片坟地，有几个地方是曾经有人呢搭了那个砖头，但是下面都很高，不知道这边有没有路可以过去。这里不知道被谁弄开了，试一下。建筑全部都坍塌了。你这里面啊，这样一幅凄惨的景象。这里有个门。见了，哇哦！地上有好多的，你看，这是录影碟吗？愿天下父母和谐相爱。哇哦！你看这里面啊，堆积如山啊。还有磁带，刘伟
冯巩相声专辑。哇，你看这里面的磁带啊，一捆一捆的堆在地上。我曾经啊还花高价去买90年代的正版的一些华语乐坛的磁带来听，而现在呢就已经一文不值的堆在地上。你看这边，哇，这简直是堆积如山啊！这些影碟，生活伦理片，这很多看上去都是全新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就废弃在了这里。60年代的相声选，这包装都没有拆掉，看来这个老板的投资啊，真是比较的失败。刚刚把这里打造完成，然后把这些磁带也都引进了进来，结果没想到呢，却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荒废之地。这就是中庭了。你看刚才的大门就是用了一块木板挡住的。这里面应该就是售票的地方，看木板堵住的。这里还用了一块黄色的布啊，来把它遮了起来。这里面随处啊都是一副破败的景象。你看到处都有这种铁皮啊，写上了“有危房，请注意”。这难道是想把这里打造成为一个古迹，还是说真的就没有可利用的价值了呢？那我们来参观一下。你看，这就是刚才我们在外面看到的佛塔，这和以往我们看到的佛塔还不太一样。以前我们看到的一般都是7级浮屠，而这有9层，我想应该代表着长治久安、国泰民安吧。底下还有很多金光灿灿的石狮，这边还有一些佛像。哇哦，这上面好多的小金人啊，各种神仙。哇哦，这边还有更多的，你看，还有罗汉，这些是谁？我都不认识了，好像是道家的某些仙人，还有佛教的。就像奥斯卡的小金人一样，全部都站在这里。佛祖，这个佛塔好像没法上去，没有通向上面的那个阶梯，看上去还是挺高的。你这里还掉了一个头。不知道是被破坏了，还是自然脱落的，应该是从孙悟空的肩膀上面掉落下来的，还蛮有趣的。你看背后一副破败的景象啊！哇，这里有一个仿古式的城门，还挺高的。你看，中间写上了“紫禁城”3个字。后面还有中华5000年。哇，这里面的风好大啊！你看这个完全就像是龙卷风一样。突然走到这里，天色大变啊！你看这是关公的雕像。周口其实与关公的文化渊源啊非常的久。话说曾经啊，关公就过5关斩6将，然后当时呢，千里走单骑啊，曾多次往返周口，因此呢，就结下了不少的良缘。刚才啊，我围着这个佛塔走了一圈，而我发现在这个城墙的旁边，这里有一扇门，而且里面啊特别的长，不知道通向哪里。看上去蛮阴森的，而刚才的那些风呢，又是从这里面吹出来的。但是周围啊，又起风了。走，进去看一下。在下一集中，阿松会继续探寻地宫，
狭窄的地宫内密密麻麻地摆放了各种泥塑，里面就像迷宫一般。黑暗的隧道内到底有什么秘密？阿森在探寻中又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？而这里曾经被大家说是闹鬼最多的地方。